在俄乌战争中，乌军使用的海马斯火箭炮那是出尽了风头。在战场上，10几辆海马斯的截断能力比伊斯坎德尔还要好。今天呢，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目前各国大力发展的远程制导火箭弹究竟能不能取代短程弹道导弹。目前一些远程火箭炮为了提高打击精度，会加装一些精确制导设备，使它能够像导弹一样用于远程精确打击。再加上两者的外观相比较呢，一些人就有了制导远程火箭炮就是等同于导弹的观点。但实际上呢，这两种武器无论是结构上还是作战运用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所以两者根本就不一样。导弹呢，主要是由战斗部、控制系统和火箭发动机这3部分构成的，而火箭炮呢，主要是由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2部分构成。不过在火箭炮加装了 GPS 或者惯性制导装置以后呢，整体结构与导弹相比几乎保持一致了。但是即便如此，两者的实战用途也没有办法重合。导弹是为了打击敌方纵深重要固定目标，因此对它的要求呢就比较多，比如能携带重量大、威力强的弹头，射程远、精度高和难以被敌方有效拦截等等。例如俄军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或者是480公斤的常规弹头，射程可以达到480公里，并且呢还有增加的空间，飞行速度快，并且具有变轨飞行能力。弹体表面涂有隐身材料，能够有效吸收雷达波，使导弹有一定的隐身性。这类导弹主要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或者机动缓慢的大型水面战舰，而远程火箭炮在战场上的任务是打击敌方陆地战场上的重要固定目标。所以此类武器的要求就变成了弹药成本较低，便于大量使用，操作简便以及便于快速发射等。例如美军的 GMLRS 制导火箭弹，弹体直径227毫米，战斗部重量 90.7 公斤，通过海马斯火箭炮发射，最大射程160公里。作战时6枚火箭弹可以放置在一个储运发射箱中，发射完即可以抛弃，大大缩短了从准备发射到撤离阵地的时间。由于导弹与远程火箭炮实战用途的不同，导致两者研制过程中呢，采用的技术也是有差异的。导弹在研制时往往比较重视隐身和突防能力，因此对火箭发动机、战斗部以及控制系统的要求就非常高。火箭发动机必须能为导弹提供较高的飞行速度，战斗部必要时呢，还需要采取分弹头技术，既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由于毁伤威力大，一般呢要求打击敌方关键目标，比如发射阵地、飞机场、坦克群、炮兵集群等。不过在实战使用时呢，导弹必须隐蔽快速的行动，减少被敌方发现的概率，这就导致它必须快速占领发射阵地，迅速展开，快速发射，迅速撤离，达成行动的突然性。那就需要大量设置假的发射车、假发射阵地来欺骗敌人。相比之下呢，远程火箭炮要求能及时响应战场上的火力需求，为作战部队提供准确猛烈的火力支援。由于战场上目标众多，就需要合理的分配火力，运用不同射程的远程火箭炮打击处于不同距离、不同状态的敌军目标。同时，现代战场目标的机动能力很强，打击机会可能只有一次。那么运用远程火箭炮突击这类目标时呢，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迅速发射弹药，最后再快速撤离阵地。既要及时完成打击任务，又要避免被敌方侦测到而遭到火力报复。而除了实战用途不一样之外呢，它们的飞行方式也不同。火箭弹发射的时候和地面会形成一个角度，以斜角的方式发射，而导弹发射则和地面垂直，而垂直发射和斜角发射的方式呢，也决定了它们的飞行方式的不同。一个是制导飞行，另一个是非制导飞行。火箭炮是继承了传统火炮的发射方式，拥有发射管，还有膛线。发射以后，弹药沿着轴线进行旋转飞行。由于固定了路径，所以火箭炮发射的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呢，与火箭炮炮管延伸线保持一致，所以火箭炮是非制导武器。这也使得它们的发射高度略低，发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单发发射、双发发射或者3发发射等模式。而导弹发射的方式呢，则是一个抛物线，
以垂直角度发射以后，使导弹迅速穿过大气层，两者的重量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上面提到的 GMLRS 制导火箭弹虽然体积与导弹差不多，但是呢，以伊斯坎德尔 M 为例，它的重量达到了 3.8 吨，差不多相当于4枚制导火箭弹，因此使用火箭炮的成本也要比导弹略低一些。而导弹也因为体积大、动能更强，适用多种作战的方式。此外，火箭炮可以多发弹药一起发射，过程是相当壮观，能对敌方进行大面积打击，甚至在己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还可以对敌方士兵起到心理震慑的作用，属于是歼灭压制敌方力量的威慑性武器。但是并不是每一发火箭炮都能够精准地命中目标，它比较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机枪。如果说火箭炮打击的是面的话，那么导弹的打击方式就是点。因为导弹发射之前，弹道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打击目标可以是发射阵地、飞机场、坦克群以及防空阵地等高价值目标。而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现在的火箭炮打击呢也是越来越精准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点打击。因此，火箭炮和导弹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的冲突现在已经延续比较久的时间了，而在俄乌战场上，除了能够看到火力迅猛之外，在这一场实战当中呢，也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远程火箭炮比短程弹道导弹在实战当中要更好用。首先，乌军使用的海马斯具备了更多的弹药，在精度方面也超过了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和原点 U 弹道导弹。同时，在战场监控能力支持下呢，10几辆海马斯的战场遮断能力比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效果更好。那么，为什么远程火箭炮会比导弹更好用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数量太少了。从开战到现在，俄军4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旅曾发射了数百发导弹，但是战场效果呢却并不理想。关键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无法进行持续高强度火力压制。例如，俄军需要打击一个机场，需要使用10到16枚弹道导弹才能瘫痪一条跑道，但是工兵8个小时就能够修复一个10米直径的大弹坑。因此，想要完全瘫痪一个机场，那就需要弹道导弹部队隔3差5发射数十枚导弹去压制一个机场的各条跑道。不过，绝大多数弹道导弹大国呢，总共也就3、5千发，完全经不住这么玩啊！而且弹道导弹还要针对港口、兵员和物资装备集散地、重要桥梁、指挥通信中心等等目标，需求量呢是非常大。而现代远程火箭炮的优势就是弹药数量大，而且价格便宜。一枚 GPS 制导火箭炮弹最多也就10多万美元，而一枚伊斯坎德尔的价格呢，完全可以买上几十发制导火箭弹。再加上现代战场已经变成了数字化战场，乌军炮兵指挥控制基于炮兵地理信息技术指挥系统，可以将无人机、侦察兵以及手机拍摄到的目标与卫星情报信息融合整理，并在炮兵火控计算机内进行优化处理，选择出目标，然后再交给附近单位进行打击。各个炮兵单位全部分散部署，以战术通信网进行联络，因此炮火支援响应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了1分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察判断和行动快速决策系统，乌军的海马斯才能在2个星期内打击了俄军50多个弹药库和50多个指挥所兵站等目标。整体来说呢，火箭炮是一种威力巨大、火力猛烈、突袭性好、机动能力强的一款武器。在战场上时呢，主要针对大面积目标实施打击。而各国研发远程火箭炮，提高远射程和高精度2大特点，也就是放弃了火箭炮覆盖性轰击，突出了火箭炮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如果它可以承担70到500公里范围内精确打击的任务，那么弹道导弹部队可以专心打击高价值目标了。而此时前线地面部队也有了纵深打击关键目标武器，打击时效性就会得到极大的缩短。例如战场上突然发现战线后方70公里位置有敌人的弹药库，如果请示上级协调发射弹道导弹，或者协调空军组织机群进行打击，那么时机就有可能被耽误。而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精确制导火箭炮，地面部队就可以直接内部协调，第一时间对其发动攻击。
由于目前的远程火箭炮和导弹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在实战中呢也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在技术层面，两者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作战运用层面，可以相互配合，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比如说，导弹的先进控制技术、隐身技术、垂直发射技术等等，可以向远程火箭炮移植；远程火箭炮的多射程、储运发箱技术也可以向导弹移植。目前各国的远程火箭炮主要是用于对预先发现的固定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由于飞行时间长，还是无法对导弹发射车、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敌方重要领导人车队等时效性很短的目标实施狙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专家呢则提出了将制导火箭弹发展成远火体系弹的构想。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制导火箭弹的战斗部装载无人机，利用远程火箭炮发射此类火箭弹。火箭弹飞到目标区域上空后呢，会抛出指挥通信和察打一体的无人机，组成无人机群。其中指挥通信无人机负责与后方指挥控制站建立联系，对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控制、搜寻、攻击目标，完成对短时效目标的狙杀任务。未来这种技术成熟后呢，同样也可以向导弹系统移植，提高导弹被拦截能力和对运动目标的打击成功率。甚至在未来远程火箭炮和导弹武器系统之间还能够做到互通情报信息，合理区分打击任务，提高联合火力突击的效果。比如说，在打击某一具体目标时，行动可以密切配合。如果要对敌方的航母战斗群发起打击，先用远程火箭炮进行攻击，吸引并消耗敌方防空拦截的导弹，随后就可以发射地对地导弹，攻击敌方水面舰艇，提升导弹的精度高、威力大的优势，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战果，提高武器的效费比。目前远程火箭炮在一定范围内有取代短程弹道导弹的趋势了，并且已经有部分国家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远程火箭炮在射程突破1000公里门槛之后呢，生产成本会大大提高，效费比也会严重降低，再加上性能方面很难媲美导弹的水准。因此大兵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核威慑条件下进行作战，还是需要将远程火箭炮与导弹作为两种武器分别进行发展和运用的。虽然有人说，在最新型的短程弹道导弹面前，远程火箭炮在精度、射程、威力上看还是一个廉价的低级装备，但是在战争中，数量就是优势，打击目标的及时性同样也是优势。数十倍数量的精确制导火箭炮就是胜过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想看的武器也欢迎各位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